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一身凡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闲庭信步，照样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我叫李长寿，一个蓝星人，因种种意外来到洪荒。稳健是我的人生信条，躲避封神大劫是我的终极目标。没料到大德后土竟会七形失控，我与道门众高手辗转应对七形化身，才最终消弭六道府危机。唉，一想到大德后土多年来的不易，我就心中伤感。等等，我怎么又被哀之化身的情绪感染了？七情之爱的后劲也未免太足了，此前积压的悲伤全部反弹了回来，悲伤那么大。后土之事证明了，劫难并非是主观说躲开就已躲开。即便是实力如此强横的后土，也难逃算计。封神劫前诸多变数，我该如何破局，才能保全道门和人族？变数一：圣母女娲力保路亚。我想通过杀死路亚来改变封神大劫的计划，被迫搁置。变数二：洪荒里存在另一个蓝星人浪前辈。他也知道封神大劫的未来，无论他对于大劫的态度是什么，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行动。师兄，你听说了吗？玄都大法师生孩子了，那孩子就在天庭。是，这可是人教的大喜事。据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仙界内部人士透露，大法师修行阴阳大道时，往太极图上一坐，天地交改，然后就……文字经3000遍。弟子实在不知竟有这般谣言，还请大法师恕罪。我自逍遥自在，何惧闲言碎语？婶婶，恭喜你们人教大法师喜得贵子啊！男人生在当真厉害。误会，都是谣言。长寿邀我前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些小惊喜吗？不，弟子有件事需要与大法师商议。如今天庭急需人才，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才。我们或许可以引荐人教仙人加入天庭。师父，这是大法师赐下的增寿酒，能增寿元，提修为。对了，这酒还有护肤养颜之效。师父。师父步入真仙境，便可以上天庭任职了。我突破到真仙境了，我修到了仙生巅峰。实力不够的，就把蟠桃弄成酒送给他们，保留营养风味的同时，加速提升修为。师妹师叔也快来尝尝吧。
酒，小九要喝酒。上天庭任职。师父，不久前天庭发布了强兵计划的招募令，弟子自作主张将您报了上去。今日天庭要召您上天，封您为山神。我啊！师父，是我。长寿，你怎么？师父，弟子这具化身的身份是玄都小法师。你以后遇到危险，就报这个名号。啊！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？这名号便是大法师给的，方便弟子为咱们人教做事。弟子如今已能照顾好您与师妹。接下来恕弟子不敬，你我也道友互称，若您跟弟子的关系暴露，恐会招来祸事。殿下，我在水神老师那里上课，带老师走一趟。奇缘道友随我来。道友当真好福缘，能得水神老师举荐。您是？啊，忘了说，我父亲是凌霄宝殿中的天地主宰，母亲是瑶池仙手，他们这才称为一声殿下。凌霄主宰，瑶池仙手。那不就是玉帝王母的女儿亲自带我走后门？不是走后门。按照水神老师的话说，应该是内推，道友符合天庭招人的标准。是这样吗？能得水神举荐，道友定是人教高卓仙，定是高品性之良才啊！多谢道友。不必客气，我乃东木宫水神好友，今特来送道友上任。东木宫，天庭南仙之首亲自送我上任，这后门都快走成正门了吧？我这就上天庭做山神了，辖区还在渡仙门这儿。长寿，你跟这个水神很熟吗？弟子就是。啊！天庭重臣是你，龙姬公主的老师是你，东木宫的好友是你，玄都小法师也是你。那大法师的私生子也是？不，师父，你听我解释。如今接连收复龙族、巫族，天庭已有崛起之势。只要天庭能提前大行，就无需再通过分封神位来壮大自身，大劫就不会落下。天道有感，神位已现。今有大德后土主持六道事宜，统辖天与地之沟通，列二阶镇神之位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与天庭之间仍需要掌握好尺度。我可以成为天庭的臣子，却不能成为被天庭操控的棋子。这位人教弟子真是了不得呀！龙族开路，巫族相随，天庭怕是要出现一位新的权臣了。
看来大德厚土之事，令你感悟良多。你的大道快要凝成了。我只是刚刚触及道的边缘，要修成大德厚土那样的大道，还差得很远。哟，这小子还挺有自知之明啊。厚土之大爱，实属可贵。似他这般先与天道而生的生灵，天性与道相近，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，探寻大道尚且需要漫长岁月。若非心存一腔孤勇，又何敢耗费光阴，演化七情？仙子也是先天生灵，不知仙子是如何找到道心所向的？我诞生之初，本是天地间第一缕云彩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天空与大地分离，混沌的浊气缓缓退去，缥缈云雾冉冉升起。晨光是我，微风是我，朝露是我，万灵同类，混元而生。我想，那就是我要追寻一生的道。仙子笑起来当真好看。我搜肠刮肚，还想吟诗作赋应应景，却发现自己所知的那些诗词，抵不过你美的半分，只能用这般一句好看来夸赞了。今日你怎的多了这般言语？常听人说，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，修行越久，越是忘情灭性；而后天生灵则以人性为主，实力越强，越会彰显私欲。仙子觉得，道性与人性，孰轻孰重？道性与人性，本就是此消彼长，自然需坚定道心。我却是一个俗人，我以为道非本我，性为本真，人性恰恰是生灵的本心。舍去本心，何以寻得真我？须知本心本性，得名造化道生。云霄受教了。果然，如果云霄仙子真能断绝人性中的情念，又如何会在公明前辈死后，以身入劫，替兄长报仇，最终落得那般惨烈的结局？别吵，别吵，嘘，还能听到些声音。仙子，你可想过，若你我结成道侣，会是哪般情形？怎的突然说这些？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，虽彼此有心意，但此路漫漫，言之过早矣。但你我只需平日里多见多言，自会快一些。咦？我也想与你多见。那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500年，关在五指山的猴子都能熬出狱了。这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在时间观念上的时差吗？这枚落宝铜钱，还请仙子收下。你我之交，本应淡如水才是，怎的还要赠我灵宝？此物放在仙子这里，我最安心。倘若封神大劫避无可避，有了此物，或能帮公民前辈挡灾。
降低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。我知你有你的缘由，你不便说，我便不问。此物于你，而今强敌环伺，判此仙云，护君一程。这……亲赠一缕青丝，我还一份因果。那仙子，500年后见。大姐把什么给他了？啊，我们该不会要多出个姐夫了吧？难怪那家伙喊我就是前辈，喊云霄师妹就是仙子。让我看看这小老弟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你们仗着法宝如此窥探，难道不怕云霄师妹教训起来？大姐应该还在好感境。好感境是什么？修成道侣的几个境界呀：好感境、心动境、升温境、热浪境、姻缘境。姻缘境若大成，愿意为对方奋不顾身，不顾因果，那就是道侣啦。能得大妹欣赏已经很难得了，要想让不食人间烟火的先天生灵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水神老弟任重道远呐。顺其自然，且看后续吧。为师是不是该跟上去护灵儿一场？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逃不掉了。身为人族炼气士，我亦当为此地人族尽一份责任。他应该去了解，天地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，人生的选择亦是多种多样。我不信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师兄？天罚。魔女好像被控制了。是谁撩拨起依恋，一点一点泛红的脸，西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字于心间，梧桐繁香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轩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琼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的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相见的一道失恋，是命不许愿，你能不能听见？细节道路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
是鲜花特别令人挂念，像南街的一道失恋。